大家好，我是阿用。那这台猎狮啊呢，我已经骑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也做了1000公里的保养。那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这段期间我骑这台猎狮啊，跟我以前骑 R1， 然后之间我觉得他们这2台车的一些差别。我们先不管说它的引擎的动力的输出是如何，因为这一台呢是台企公司车，所以它在公车在引进的时候，为了符合环保法规，然后台湾的验车的标准，所以它自然被阉割掉，很惨的是只有140匹的马力。然后相对于我之前的 R1， 它是水户车嘛，所以它保有是完整的200匹马力。然后所以我们先不管动力的部分，因为其实这对这台车来说，其实它并不是那么的公平，因为它一方面就是像刚刚讲的，它是被阉割的版本。它如果是完整的版本的话，就是国外欧规版的话，它同样也是差不多200匹的马力。在悬吊部分 ，R1 是用43mm 的凯亚巴倒立式前叉，然后但是这一台呢，它是使用的是秀瓦的 BFF 的倒立式前叉。那这个 BFF 它是各位知道，它是就是秀瓦顶级的避震嘛，所以它比 R1 的凯亚巴的避震器这边还是多了这个气瓶在这里。然后它的调整呢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那 R1 的调整压缩跟回弹的部分呢，它是在上面这个地方，在这里做调整。然后同样的玉仔这边R1 全部都是在这个地方做调整。我那时候其实蛮会想要换这一台，也是因为它的避震啊是用秀瓦的这个带有气瓶的这个前避震，然后我觉得带有气瓶的避震看起来就特别的有气势，对吧？然后可是R1 的避震呢，它原本虽然原厂是配凯亚巴的，也是顶级的这个避震器，但是它就没有带这个气瓶。然后这个样子一个秀瓦这个顶级的 BFF 跟 BFRC 的避震呢，其实我那时候在试 GSSR 1000R 的时候，同样也是试到这一组的避震。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还蛮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软中带 Q， 应该说硬中带 Q 吧，就是那个有支撑性的那种感觉的 Q 度，像我觉得这组避震器让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所以那时候看到这个避震器的配置的时候，就还蛮吸引我的。然后甚至在这之前，我原本想说 R1 的最后一项的改装可能就是前后避震器这边要改成 Allings， 可是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然后可是10R 这边它直接就配这样子一个有带气瓶的避震器的配置，这组确实使用起来的效果其实也并不输 Allings 那么多。总磅的部分，这一台是用 Brembo 的16mm 活塞的总磅，那 R1 是用Nissin 的直推总磅。这个 Brembo 的直推总磅呢，它是各位可以看它是不是一个垂直这里的角度，它是有一点偏一边的。它这个是跟 CBR 1000 Triple R 这边它用的总磅是看起来是一样的，同样的一个总磅。那可是它是直接就搭配整套的 Brembo 的刹车系统。然后在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是感觉看到整套的 Brembo 还是蛮超值，因为 R1 它是用双子星的卡钳搭配Nissin的总磅。然后在刹车制动力的部分呢，以我目前骑的感觉，我是觉得，虽然说它的上面这边看到的规格全部都是 Brembo 的刹车系统啊，但是我觉得刹车起来的手感，我觉得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优异跟力啦。然后甚至我觉得它跟 R1 搭配Nissin 还有双子星的刹车系统，觉得没有差异太大。然后不过我觉得它这边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比较不优的地方是它的刹车的油管啊，可以看到这看起来就是一般的橡胶油管。那 R1 的话，它是直接就给金属油管。它的部分，我知道是说它在上一代的10R，它也是同样跟 R1 一样，直接原厂就是附金属油管。然后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代呢，它把前后刹车的油管，然后全部都改成这种橡胶的油管，就是跟以往它是直接就是搭配金属油管是不一样的。然后这边是让我觉得比较纳闷，就感觉好像在刹车系统的部分，在这一代有稍微做了一点的降级。OK， 这一代萤幕呢，它是换上了 TFT 的全彩液晶萤幕。那在辨识度上面呢，我觉得
是 OK， 因为它这边显示的字体，它的大小是还蛮大蛮清楚，只是整个液晶萤幕的范围啊，我觉得有点太小，这样有点太感觉，你给一个这么大的仪表，可是它中间大概只有占比只有大概2/3是液晶萤幕的范围，我觉得这也是蛮可惜。然后其他周围这边都是它的警示灯号。好，再来说我比较不喜欢的地方是说它的防甩头它是在上三角台的上面这边多做一个防甩头。那 R1 它是可以把它的防甩头的部分它是整合在车头底下这里，然后所以你就在这里的上三角台的操作界面你就看不到这里有多一个防甩头在这里，所以可以看到我这边在安装手机架的时候，其实这个防甩头是很碍事。那R1 的话，它可以直接原本用这个洞，它就可以直接插进去，就可以去装这个手机架。可是因为10R 这边它多了这防甩头，所以必须手机架这边是另外在这里安装一个球座，绕过它这边才能够去装这个手机架。然后在这边多了一块这个，我觉得算有人喜欢这种风格，但是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是比较没有比较多余一点点。再来是它引擎这边，它在发动啊，我觉得跟 R1 的差别比较明显的是说 ，R1 几乎都是引擎一发动的时候，就是冷车的时候一触即发的。然后再来10R 的话，通常在冷车的时候，第一发的时候，通常要启动时间比较花时间比较长，那甚至可能第一发还发不动，可能还要再发第二发，车子才发得起来。然后这部分是还蛮明显，跟 R1 比较不一样。那应该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因为这台车几乎还是新的车子嘛，它的电池也是电瓶也是新的状态。然后再来是这一代10R，它多了定速的功能，然后这是我一直想要的功能啊，可是在 R1 这边就没有。然后它的定速呢，它的基本上操作就是你这边按下去之后，你的仪表就会显示这里有一个亮起一个定速的这个灯号，这边是一个灰色的。OK， 然后所以你再按下去，你在油门这边吹到一定你要的速度的时候，然后你按下这个 set， 然后这个速度就会被定在你要的当时的时速底下。然后这边同样的，这边可以加速或者是减速。然后当你取消定速的时候，你可以再按这里 reset， 然后这里就会重新回到你刚刚设定的那个速度。那怎么样去取消呢？它这边有3种取消的方式。那第一个就是你拉刹车或者是踩小刹车这边都能够取消定速，然后或是你拉离合器也会取消定速。那还有一个是比较特别的是，它这里在这里的油门这里它往前这里它其实是还有一段空段。然后这一段空段你往前推的时候也会取消定速，然后你往后的话这边就是吹油门的地方，然后这是跟之前也是不太不一样。那以这个定速来说，那以这个定速呢，我目前跟各位讲一下是，假设你在路况比较好的西滨或是快速道路的话，其实这个定速真的是很好用，特别是你到了区间测速的路段啊，你在用定速的时候，这台根本就是区间测速的对应的神器。我觉得它这个往前推取消定速的这个部分的功能啊，它其实有好有坏。那因为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像刚刚讲的，你必须取消定速，你可以拉手刹车或者是拉离合器。可是有时候你其实并不想要去拉手刹车，因为你一拉手刹的时候，你的刹车灯会亮起嘛。那有时候你不想要去透过亮刹车灯去警示你的后车的状况，或者是你不想做任何的减速。然后你在拉离合器呢，你也不希望去拉离合器的状态下，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稍微就往前推一下，就可以立刻就可以取消定速。但是呢，这个样子的一个功能就是你会在你在行经一些比较颠簸的西滨路面啊，就是有时候上下震的时候，你这边一晃一下，那往前一推，你的定速就被取消掉。那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在拿到车子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很仔细的去看使用者手册，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说这边往前推，这边还有一段。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骑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我的定速老是自动车子就取消掉？我以为是定速系统有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这边有一段空段，这边往前，这边在推的时候，然后这里它会取消掉，就可以这边往前推就立刻就会取消掉定速这样。然后后来我想到比较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干脆我的手掌这边我就扶在这个里，然后我这边就可以去控制刹车或者是油门，然后
去抓在这个地方，我就比较不会说在齐膝并用定速的时候会这样子会拉到转到这个空段的地方。那在外观造型的部分，我觉得见仁见智啊，因为有些人就觉得 R1 的造型就特别的好看，然后但是有人就看不惯10R 的这个造型，因为人家就觉得说这10R 这个造型呢看起来就觉得怪怪的车头啊，然后有点像魏熊，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把前进灯放在这里，然后我现在就叫它塞眼怪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看久了，其实还蛮觉得越看越好看啊。然后不管怎样呢，它这次的它把风镜这边调高了40 mm， 然后前面的风阻系数这边减少了7%， 然后下压力的部分它增加了17% 的下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厉害的一个进步，因为你透过把前面的空力套件你整合在这个地方，然后让这里都是有，因为它确实这里是空的哦，这里是可以穿过去的气流这个地方。那像现在的仿赛其实还蛮普遍的，就是它在两侧这边去加那个老流翼，然后这一台的设计师他的观念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他是尽量把空力套件整合在车头的造型里面。那我觉得这是算是一个蛮独树一格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设计呢，其实没有说一定是哪一个比较好，哪个比较坏，就是单纯看你觉得个人的喜好的问题啦。然后再来这个车头这个头灯啊，我觉得它比 R1 赢非常多的就是它的这台双灯的 LED 的头灯。你看到这边还是有鱼眼的这个头灯的设计啊，它在晚上夜间的照明度跟广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各位知道 R1 它的近灯只有亮一边，然后另外一边是亮远光灯嘛，所以你在晚上在骑西滨的时候，你用 R1 的只用近光灯的时候，其实是还蛮恐怖的，因为那个照明度真的是还蛮差，所以常常都是必须远光灯也一起同时开，你的 R1 的头灯这边的亮度才稍微比较足够。可是这一台它是采用双灯的设计，所以平时亮起也都是近光灯跟远光灯都是双灯一起开，所以它在亮度的这个部分，在晚上你就不用担心说它的亮度的照明不足。就是我自己在骑，我就觉得这个亮度跟广度非常非常的优秀，对啊，这也是我觉得它比 R1 好很多的地方。这具引擎的动力输出的部分呢，我觉得是我先讲一下一些基本的一个差别好了，就是比如说你在低速的时候 ，R1 会有一个算是通病嘛，就是应该说就是它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在低速这边或是高负载的时候，你在启动，你在吹油门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整台车子会抖动的状况会蛮明显的，然后那个有点像是好像离合器刚放，然后含着离合器在抖动的那种感觉，然后可是呢10R 这边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它跟GSXR 1000R 一样，就是感觉在低转的时候有一点辅助说它的动力的输出，然后所以它在低速的时候，它依然能够保有很平稳的动力输出的感觉，就是不会有让你觉得好像车子在因为有种快熄火的一种感觉是在抖。然后这部分我是觉得它比 R1 好非常多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感觉我觉得它骑起来也是让我觉得它跟 GSXR 1000在这个地方也是输出是蛮接近的感觉。在引擎的差异 ，R1 它是10支曲轴嘛，所以自然在排气管的声浪的地方就跟这一台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声音的感觉。然后以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 R1 的10支曲轴的声音啦。然后这一台其实声音输出其实也是蛮浑厚的，可是它就没有10支曲轴那种特别的声浪的感觉，这个特殊性是比较没有那么高。然后我个人偏好的话，还是 R1 的10支曲轴的动力输出。然后再来是它的电控的地方啊，这一台它是有 Sport， 各位看一下，这边可以切换不同的 mode， 然后它这是有 Sport， 然后 Road， 还有 Rain。那基本上它是有3段的模式。那 R1 的电控的部分，它是mode A、B、C、D 四段的那个电控。然后我觉得比较跟 R1 不太一样的是，这一台的引擎刹车跟回火呢，它是比 R1 明显很多。
然后特别是你在切到不同段数，像是 Rain 的 Mode 跟 Sport， 你会感觉到你在回油的，你在用快排的做动呢，它的回油的感觉就是明显的 Sport 的，你会感觉到它的回油在补油的声音浪是比较大一点，然后在一般的 Rain Mode 会比较小。那 R1 的你不管切什么模式，你会感觉就是它在降档快排降档的时候，那个补油的感觉并没有那么的明显。引擎刹车的部分呢，我觉得 R1 也是感觉不太出来，它的引擎刹车的一个差别啦，就是你切的不同段数引擎刹车 ，R1 也是感觉不出来说那个 EBM 系统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这一台的话是比较可以感觉出来它的差别。此外呢，这一台呢它多了蓝牙的连线啊，所以它可以跟你的手机这边，它可以跟你这个手机的部分，透过这里有一个叫做 Radiology。所以它可以透过手机的蓝牙连线去看到车辆的一些里程啊，或者是一些加油什么的一些资讯，然后资讯可以部分的读取比 R1 这边多。啊，不过好像 R1M 它同时它也有一个CCU 的这个系统，它好像也是同样可以做到类似的一个蓝牙连线。然后这一台它的远光灯、近光灯的切换呢，它都是在同一颗按钮上面，像这样子往前推。它就是切换到远光灯，然后如果你在近光灯的状况下，你往后这样子拉的话，它就是闪大灯的 pass 灯这样。那 R1 的话，它是另外把 pass 灯跟这个跟远光灯、近光灯的切换，它是做成2个独立的按钮。然后再来是各位可以看到说这一台呢，其实我已经有做一些自己 DIY 的改装嘛，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它在这里的这个线路呢，在10R 这里，它藏了蛮多的线路在这个地方，然后它连车子的 ECU 的部分也都是放在尾巴的这个位置，那所以它在造型上面，它没有办法像 R1 这里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镂空在这2个地方，就是 R1 各位知道它的尾翼这里非常的漂亮，然后是2个很大的一个镂空的尾翼，然后可是10R这边没办法做那么大的尾翼的部分，也是因为它的藏了太多的线路在这个尾巴里面，然后可是同样带来 R1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整体的线路呢，几乎全部都是塞在这个椅座的椅垫下面，然后就变这里的地方的线路就很紧凑，然后所以你要额外修改或者是增减一些，就是要牵一些线路的时候啊，你的 R1 这里就会比较伤脑筋一点点，因为这里的线路的空间实在是太窄，然后相对来说10R 这里就有很多的一个余裕的空间，可以让你去藏一些线啊，或者是走一些线，都还蛮方便的。然后这份是优点还是缺点，其实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啦，其实也没有说一定是哪一个是比较好或是不好。10R 这边有个很大的一个好处是说，它的坐垫的这个坐垫盖啊，这单座盖的部分，它只要用钥匙这边插进去，这个单座盖就可以拿起来。可是而且还包含说椅垫的这个部分，它只要继续把这里的车壳用手这边拔起来，然后里面有个卡榫的一个铁片，拆掉，这个椅垫就直接就可以拆起来。那有人说这样好像那个铁片这样子拆椅垫好像有点啰嗦，可是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设计啊，因为它几乎不需要用任何工具，你就可以去从车尾这边一路这边可以拆掉椅垫，就可以去拿起来做维修。那如果是以 R1 的话，你必须要拆完单座盖的地方，你还要再去装一个铁的支架，然后要去锁螺丝，然后我觉得这部分是还蛮麻烦的，所以到最后，而且它的螺丝真的也不是很好锁，所以到最后我 R1 的车子我几乎是不太想要去动单座盖或者是坐垫。那像10R 的话，坐垫我就可以换来换去，非常的快速又轻松。然后再是R1 这边要拆椅垫的时候，它必须把这边翻起来，这里有2颗螺丝，这边，然后之后你才能够把这2颗螺丝松掉，你才能够把这个椅垫这边给拆起来。那这点我是觉得是 R1 这边是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OK， 再来讲到后摇臂的做工啊，我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很看不顺眼的，就是我不知道10R为什么后摇臂的这里的焊接点要外露到这里，而且这焊接又是做的这么的丑，真的是很难看。那像 R1 的后摇臂就是做的，它的焊接的位置啊，其实就会尽量藏在比较不明显的地方。可是10R这边经过这么
到现在第6代嘛，第5代、第4代其实都有这样子一个很丑的焊接的痕迹在后摇臂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地方给藏的比较好看一点的位置啊，因为像这地方我觉得就这里的细节就没有R1那么好。然后还有在它的后视镜呢，那这一台时啊会被称作是叫做在对岸那边也叫做大牛嘛，然后人家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后照镜看起来就很像牛的2只脚，所以人家就叫烈士啊这边叫做是大牛。然后 OK 那这后照镜基本上它在调整的时候是还蛮好调整的，因为它这里的空间是还蛮大。但是各位仔细看这里的空间，可以看到看进里面哎，这也是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R1这里的话它是蛮密合的，就是你不会直接看穿过去。这里看穿过去的地方，你甚至可以在打后照镜灯的时候啊，可以直接看到后照镜灯这边会亮。然后这点是我觉得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不过好处是说你在骑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缝隙，可以去看到说你的方向灯到底有没有打到，有没有亮啊。这也是一个可能是一点好处。可是你可以从这里可以去看进去，就让人家觉得不是那么的精致，感觉有东西可以掉进去的感觉。然后再来是这里啊，还蛮容易晃动的。我一开始在骑的时候，我看到这2只后照镜在抖动，我以为我是不是看错，就后来发现真的不是我看错，因为它这里的固定的地方，感觉好像这里只有2个固定点嘛，所以在这个位置它只是要让方向灯的线去走进车壳里面，再里留一个洞，所以事实上它这里只有2个这个固定点，所以它在骑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比较容易晃动，也是在这个原因。可是，在R1的底座，它就是蛮大的一整片，大概是一个将近一个3角形的一个面积吧，然后它就是撑在这个底座在这里，然后所以我在R1的时候，我比较感觉不出来说 R1的后照镜这边在骑的过程会有上下晃动的情况。再来然后我要讲的是这台时啊，它在换油的时候，它这里啊，机油滤芯在这个位置。然后泄油孔在这个地方，然后所以它在泄油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说它会直接流到排气管上面，它直接就好拆卸。可是 R1 的引擎的设计的这个泄油孔跟机油的滤芯的位置，它设计在排气管的上面，所以你每次泄油的时候，假设你没有用一个挡板去挡的话，那些漏下来的机油会直接碰到你的排气管的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是 R1 的车子在这个泄油这地方比较不好做的地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一台它其实也不用去拆下护板，你就可以去拆到这个机油滤芯啊跟泄油孔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在保养的时候你也用不到去拆下老流。可是 R1 因为泄油孔的位置它是在排气管的上面，所以你的 R1 在保养的时候你必须去拆掉下老流，你才能够去更换机油滤芯跟去泄油这样。这次的脚踏后移呢，我觉得官方这边是讲说它的高度是有比上一代上移了5 mm， 然后我自己骑起来感觉，我就觉得它比 R1 原厂的脚踏已经要来的战斗了。然后甚至我觉得它的高度的位置让我觉得比较像那时候我 R1 改成是 Lightech 的脚踏后移的感觉是差不多。所以我目前脚踏后移的部分我是还没有特别想要去改它，是因为它本身的位置就已经让我觉得还蛮足够符合我自己的需要。原本它是跟后座的脚踏这里它是整合在一起的锁点，就是掉在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它本身排气管这里应该是比较大只的关系吧，然后所以它在设计的时候锁的位置也是比较后面，所以它跟脚踏的位置它是锁在一起。然后 R1 的部分它是这里从脚踏这边会有延伸一个吊架，这里延伸到排气管这边去锁它。那我是比较喜欢 R1 的设计，因为你光是这一支这边延伸下来的这个支架，就会增加了
多增加一点，我觉得比较不必要的重量。因为如果你从这里延伸出来一个支架的话，是不是所需要用到的材料的重量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对吧？然后可是你从这里做一个支架下来，这里用到的材料也是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除此之外是外观的问题啊，你这边少了这一块的话，是不是整体的尾巴的简洁利落感也是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所以这一点也是我比较喜欢R1的地方。因为这一台是台规版的，所以它在不管是动力的方面，还是排气管的方面，它其实都甚至触媒这个地方，它都有做一些修改，所以基本上你不太需要说去在路上遇到验车的状况会有发生一些问题。像前阵子新闻就有车友这边就有遇到，就是他自己全车是原厂车，然后可是他在路上被警察开验车单去验噪音的时候，他的原厂的排气管，甚至他出门也都是保留，完全就是原厂的。然后去验噪音的时候，居然还是超标。像R1的话，那时候我的R1它就是在排气管的这里，它去装一个超长的一个消音塞在排气管里面，然后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抑制它的噪音。可是这一根消音塞呢，通常在你车子验完之后，然后你也到你手上的时候，大概也就会拆掉了。所以很多车主根本也不知道说，它原厂的排气管里面还有那时候在验车还多藏了一个超长的一个消音塞在排气管里面，然后有做这样子一个手脚，所以会导致说水货车这边的车主呢，他假设遇到临检，即使他的车子是全车真正原厂无改的车子，可是在台湾的法规里面去验，就是会验不过。台规版还有个优点啊，就是因为它的最大马力被阉割了，所以最大马力的转速也下降，所以到时候你去验车，即使你改成直通啊，也通过的机会也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你到时候验车的转速也是比国外的原厂的最大马力的转速还要来得低嘛。那这一次的10R的改变，主要是在前面的整流罩这样的改变。那所以它其实车身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配件啊，它都可以跟上一代的做沿用。这台车你在骑的感受呢，我觉得就是它的热度跟R1这边也是差了一大截啊。像R1的引擎的热度啊，就是你可能在骑的时候，你稍微在你可能在市区遇到塞车之后停的时候，你胯下就会热到爆。可是那这一台它的这里的水温呢，我其实几乎还没有看过它破100的，然后大概都是在80几到90出头这样子在游走，所以我觉得它骑起来明显感觉这里的凉爽度，胯下的凉爽度就比R1这边要好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是它这里有一个室外的温度的监测啊，那10R这边的温度的监测，我觉得也是比R1这边要准很多啦。那R1的话，它动不动可能就是稍微停下来，温度就会跑到可能50、60，我觉得根本就不合理嘛。然后在坐垫的地方呢，它是835mm，然后R1是855mm嘛，所以在坐高的亲民度的地方，它也是比R1要来的轻松很多。那再是油箱的形状，那这个油箱形状你看到这边，它从这里就是直接下来。那R1的油箱的形状是有点从这里，在一个有点这样子，多一点点这样出来。那所以你在夹油箱的时候，你总会R1这里你比较难在你到底的时候就没有空间了。可是你这一台它在到底的时候，你觉得会比R1这边还往前，还有再多了一点的空间。所以你在骑乘的姿势啊，你会觉得你的身体会比R1这边能够再稍微再直立一点，就是不用像R1从头到尾都是那么的趴。你真的想要稍微放轻松一点的巡航姿势的时候，你是可以直接往前坐到底。这时候你的身体跟你的骨盆啊，就不用弯的那么的辛苦，可以稍微去缓和一下你的腰酸背痛这样。这也是我觉得它比R1骑起来要稍微轻松的一点的地方这样。那在车子呢，我觉得它在过弯的灵活度跟R1比起来，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了。然后如果硬要讲的话，是因为R1本身它的油箱的一个角度，还有那个坐姿的关系，所以它R1的姿势会一直让你觉得是比较维持在战斗的姿势，所以
它在一开始你在做那些预备动作的时候，其实 R1大致上你不用去做太多的一个修正，其实很快就可以马上做到过弯的这个姿势，就可以调整过去。过弯的这预备姿势的话，是 R1是会比10R 这边要来得好，因为我觉得 R1骑乘姿势本身就是以赛道这边为主，我就感觉不出来它有太多的一些日常的舒适跟实用性的坐姿的设计在里面。那10R 相对于 R1 来说，就会有比较稍微会比较亲民一点的坐姿设定，会比较好调整。然后在坐垫的地方啊 ，R1 的坐垫就是蛮干扁又硬的。然后10R 的话，你可以感觉得出来是它的坐垫是比 R1 还要软很多。然后特别是你坐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啊，你会觉得那个后面的椅垫的那一段那个软 Q 的程度是还蛮舒服的。悬吊这边我是觉得10R 的悬吊比 R1 还要来得好。那因为这一组 BFF 跟 BFRC 啊，然后我觉得它的 Q 度的感觉舒适程度，我觉得都比 R1 的凯亚巴的避震器要来得优秀。这样啊，那10R 这边增加了这个风镜的高度啊，其实你在一般低速的时候，其实根本是没有差啦。可是当你到了高速的时候啊，这差异上就蛮明显的，就你会觉得这个高速的风镜是确实是蛮有用处的。然后当你一躲进这个风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会有真的好像那个风，你就从你的旁边这边就跑过去，你那个原本在安全帽的风噪声就突然之间就会减少很多。这个引擎声啊，我真的还是比较喜欢 R1 的引擎声啊，那个排气管的声浪还是 R1 的，我觉得比较有它的独特性。10R 的变速箱真的比 R1 的变速要来得顺很多。它不管是手动换挡或者是快排的部分啊，它10R 快排这边它在变换的时候，不管是升档或者是降档，它的顺畅度都比 R1 这边明显的要好很多。那 R1 这边就会有一点顿挫感，然后这顿挫感在你比较偏低转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明显。雅马哈在变速箱的这地方真的做的不是很优啦。然后因为我骑过 GSXR 1000R， 我就觉得它的变速箱也比 R1 的要好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那台 R1 的状况，还是说其他的 R1 的车主也有发现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从1档升2档啊，有时候不小心在入到空档，就是你在拉转的时候想从1档，然后接着要快排这边再排进2档，然后这时候稍微脚残的脚短了一点，然后你就切到 N 档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再从 N 档你要入到2档或者是1档降回1档，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假设你没有把转速刻意在等到它降很低，然后你就换挡，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引擎就是你的变速箱突然会有一种卡顿的顿挫感，好像有点撞击到那种感觉是很明显。然后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在骑 R1 的时候比较不舒适的地方。那10R 这一台就不会。然后有时候我那时候10R有时候也是不小心1档升2档的时候入到空档，然后我如果再直接进到2档或者是降到1档的时候，也没有发生像 R1 的那种顿挫感，而且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 R1 的话是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情况。这油箱的形状呢，其实我觉得 R1 跟10R 都不错，就是都还蛮好夹持的。然后而且你在过弯的时候，你的手肘这边也都有支撑的位置的点。但是我个人私心在稍微比较喜欢 R1 一点，因为 R1 的油箱的造型啊做的我觉得比较好看。然后而且它又有做那个有点像鲨鱼鳍的那种进气孔，然后虽然那可能是没有什么功用了，但是有那个进气孔感觉也是比较帅一点。然后10R 的油箱的造型，也就是感觉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有特色感。这种车子你到了同样这样子一个等级啊，它的不管是引擎的动力输出或者是过弯性，它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水准之上了。然后那你硬要说好坏，其实
我觉得很难说是好坏，应该说比较偏向于说你喜欢哪一种的过弯的感觉。然后 R1 的过弯感觉还是比较偏灵活一点。然后这一台的它的轴距稍微比 R1 要长一点，好像多了差不多快5公分吧。然后所以它的过弯的灵活度稍微比 R1 要差一点。然后在车体的重量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台的车体的重心有比较低，然后 R1 的车体的重心我觉得稍微比较高一点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坐姿的高度的关系。R1 的坐姿的乘坐点稍微比较高一些，然后这一台坐姿比较低一点。那动力输出的话，因为这一台它是被阉割的140匹嘛，所以当然这个就对单笔动力输出的数字，我觉得你对10R 这边就比较不公平嘛，因为 R1 它就是全马力的动力。然后不过我觉得140匹，像你在台湾的山路这样顺起啊，然后其实是绝对会够用啊，然后你甚至你要把它用完，其实都有点困难。那除非你真的是削胚的那种型的话，你才会觉得140匹的动力是不够用。然后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的骑乘习惯在一般的道路的话，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是蛮足够的。然后会不会想要改成全马力呢？这也是当然会，因为其实我觉得全马力才是恢复它真正原厂的样子嘛，谁不会想要希望自己的车子它是100%的动力的输出，而不是被阉割过的版本呢？然后只是说这台车子如果你要改为全马力，你真的要动的东西会比你想象中的要来得多，然后甚至有些可能是有一些风险的。只是因为说我不太想要自找麻烦，就是如果原厂的设定就已经足够使用的话，如果再去动原厂的设定，第一个可能是保固的问题嘛，然后第二个会不会再延伸出其他更多的毛病出来？然后这也是在样本数不多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要值得考量的一个地方。在车子你买了之后，其实你还是要考虑到就是后勤保养这个部分啊。它因为 R1 基本上它是水货车嘛，所以它的保固的部分基本上应该大部分都是可能是6个月或者12个月的保固而已。然后甚至这也是要看说你出保的状况，也是要看水货商这边是不是愿意给你出保，或者是你原来购买的店家是不是愿意帮你出保。然后再是那台骑这里的话，它基本上这台车子就是3年的保固，然后所以你没有去乱搞它的情况下，那这台车子的保固就是3年。然后不过你当然你保固的时候，我目前知道的是说你还是要回到你原来购买的那个店家，它并不是说可能你今天要出保，你可以在你非你原购买的店家的地方去做出保，这是我目前知道一个情况。可是只是说我觉得这个有点麻烦，因为你如果同样都是台骑的经销商，这就是公司车，好像没有道理说你好像不让同样都是你台骑的车子嘛，只是说你在旗下的不同经销商购买的车子，你必须一定强制要回到原来的购买经销商这边去做出保。然后当然这也许之后真的发生要出保的情况的话，也许这都是可以去谈的。所以我这次回到敏捷这边去做保养车子呢，我也觉得敏捷的技师也是相当的不错。然后特别是帮我保养那个技师，他真的非常的专业，他在帮我就是我这次回去，我是除了做1000公里的保养是换机油之外呢，我还装了这个胎压侦测器啊，跟 USB 充电器啊。然后所以换这个胎压侦测器的时候，然后技师又把我的前后轮这边给卸下来，然后就在卸下来的时候，他居然连我的轮框的里面啊，然后甚至我的后摇臂的内侧，整个都擦干净过一遍，然后我的链条几乎也都全部的都擦新的，然后连我齿盘都帮我给清了，跟新的这样一模一样。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保养维修能力，应该说用心的程度，也是让我觉得相当不错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是还蛮幸运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间的车行啊，其实都有好的技师跟偷懒的技师啊。那你遇到好的技师的时候，专业的技师，那你真的是还蛮幸运的，因为至少你不用担心说你的车子在保养的时候有被偷工减料这样。好，那今天的分享就这边啦。那希望这一集也是对你有所帮助。那当然你别忘了要订阅、按赞、加分享我的频道。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